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2026年呢，才过了才3个月而已啊！现在才3月初，我们看到全球的这个整个政经局势呢，已经是非常多的变化了。在美国，他们的总统特朗普呢，遭受到了重大的一个法律挫败哦，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2月20号的时候呢，正式裁定，特朗普他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向全世界征收关税呢。其实在美国很像是已经是被判是违宪了啊。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呢，美国又和以色列联手发动了史诗怒火的行动。那随着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正式身亡之后呢，中东的整个权力版图现在正式的被重新洗牌了吗？这一场的战事究竟要延迟多久呢？我们现在也看到说，其实特朗普现在在美国也面对了某一些的压力哦。现在美国人也不是全部都支持特朗普来出兵。那回到我们马来西亚，我们也看到说，马来西亚政府呢严厉的谴责美国侵犯主权。今天再次的邀请到了黄子豪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解析这一场经济、法律、军事多条线并行的一个全球风暴。子豪，欢迎你。子豪，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特朗普的关税违法的裁决啊。那我们看到说，美国的最高法院6-3裁定特朗普的加征关税是违宪的。那这个其实对于他的这个贸易战的核心策略是否会带来一些影响呢？那这个特朗普随即我们也看到说，他马上就引用了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用这条法律来重新加税10%到15%。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钻漏洞的做法呢？我们其实首先要了解为什么当初Trump 会用这个 IEEPA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 来对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争取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这个 reciprocal tariff， 是因为IEEPA 本身也就是这个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 的缩短的名字 IEEPA。这 IEEPA 本身对于总统权力的限制其实是非常的小的。但是它原本也不是应该要用来来作为这种征税，所以最高法院6-3的判决，其实在整个宪政框架之下，最重要的一个判决的这个重点就是，其实法律这个IEEPA是被错误运用来征税。所以对于特朗普而言，整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最关键的其实是限制了他总统的权利。那其实美国国会已经有通过很多条法律，像 Section 122，你刚才所说的 Section 122，给予总统实施这种所谓关税的这种权利。但是这一些 Section 122或者是其他法律，他们都有权利限制的。比如 Section 122，你最多只可以实行150天。OK， 你最高的关税上限是15%，而且同时你必须要进行很多的调查，然后所有东西都需要国会来授权。所以对特朗普最大的打击，就这个最高法院6-3的这种判决呢，是权力的限制。那至于特朗普算是不是钻法律漏洞呢？我个人认为特朗普这种做法完全其实是并没有把这个所谓这个法律框架放在考量的那个范围之内。他最重要是显示还有很大的权利去达成他想要以关税作为武器的一个目的，那是一种对权力的这种展示。也是对最高法院的一种反抗，类似这样的样子。而且特朗普如果他会按牌理出牌的话，他就不叫做特朗普了啊。是我一直在想说，特朗普他是不是其实口袋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工具？我相信他跟他的团队可能也都会预料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们可能也沙盘推演过，也在思考说，如果真的是违宪的话，那后面还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工具来继续的对全世界征税啊？是有很多工具的，只是没有一个工具是像IEEPA这么趁手。所以IEEPA为什么他们一开始会有这么多工具不用而选择了IEEPA的？因为那个最趁手，那个对总统的权力并没有限制，对时间并没有限制。但是如果你引用其他
国会通过授权实施真正的这种所谓的关税的时候呢，这种各种各样的限制，这种权利的限制就会施加于总统身上。这就是其实特朗普最反抗、最不喜欢，偏偏他委任了他总共委任了1/3之多的那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当中有2个。也加入了多数判决里面，判他的嗯哼。这个实质是违法的。现在其实我相信很多我们马来西亚的企业，都很关心，包括了很多全世界各地的企业都在关心说，那有没有的退税啊？因为如果被判定说这个征税是非法的关税的话，那有没有途径可以透过法律来追回呢？首先，如果我们单单只看美国本土的案例的话，那 FedEx 就是一家非常著名的这个 courier company，一早就已经向法院已经是提交这个案件，要求法院强制政府退税了。这是对于美国本土企业而言的。如果你有看这几天有很多新闻，但是有一个不起眼的新闻，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就是呃纽约地区的联邦法院也判处政府必须把这些非法争取获得的税务汇回给原本的商家或者是原本的消费者。这是在美国本土案例而言。当然，在美国你可以聘请当地的这些律师事务所为你去起诉政府，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操作。美国的政府，无论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县政府或者市政府，每一天不是在起诉人的路上，就是在被人起诉的路上。所以这一点都不奇怪。关键是如果你今天作为马来西亚的企业，马来西亚注册的企业，如果你要起诉美国联邦政府，那这就不只是所谓法律、司法或者是法律上的考量，当中包含了很多的这种外交以及国际贸易的这些考量。举一个例子，今天如果一个马来西亚企业在美国当地法院起诉特朗普，那特朗普是一个非常小家子气，或者甚至小气，或者是甚至是记仇的那种特性。那你不担保他会以后让你这个企业在美国穿小鞋，或者是甚至把马来西亚当做一个整体的敌人来看待。所以我认为现在各种在马来西亚的企业最好还是按兵不动，最好还是看看有没有出头鸟。如果有出头鸟的话，整个事情又相当顺利的话，然后又有累积了很多判决，而美国政府也愿意从善如流，把这些关税退回的话，那再跟上也不迟啊。如果是要做出头鸟的话，那肯定会被枪打了。因为目前看到我们政府的反应也是很像，对于跟美国已经谈好的协议，目前也是按兵不动的，暂时不去碰这些已经谈妥的协议啊。但是现在在过去的1个星期当中，其实美国特朗普他真的出手了。怎么说呢？我相信大家都最近热议的议题就是美国联合以色列啊，真的是对伊朗动手了。你觉得为什么特朗普要在这个时间点对伊朗动手？是因为他在国内的这个关税法案，受到了挫败吗？是不是他现在想要来借着伊朗来建立他的威信，或者是转移焦点？这个事情其实有2个方面的考量啊。我时常和朋友开玩笑说，美国和以色列这场对伊朗的战争，其实就是2个名望低迷的人尝试用一些外交手段来拉升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名望。第一个，其实最主要的推动人，反而还不是特朗普，最主要的推动人还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内塔尼亚胡本身在国内的名望也是很低，而且也深陷很多的丑闻，甚至还是有一些司法案件正在 pipeline 里面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时候特朗普到以色列访问的时候，甚至还公开呼吁以色列的总统赦免内塔尼亚胡。所以整个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希望可以取得对伊朗的决定性胜利，然后以这个方式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以及最重要的以色列本土以色列国内的这些保守派的这些继续支持。那以色列本身是无法完成这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军事操作的，它需要美国的支持，它需要美国无论是在我们所谓 electromagnetic warfare， 这所谓信息战以及这些武器供应上的一些支持，它也同时需要政治上
获得美国总统的背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刚好给了特朗普一个 off ramp。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原本自己本身在国内也是面对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比如6-3被最高法院驳回这个所谓关税的政策，也不过是其中一个吧。当然还有 Jeffrey Epstein，还有很多关于这个前性犯罪者的很多丑闻，让特朗普迫于应付啊。所以这种所谓对伊朗的这些袭击，某个程度上就是一种政治出口转内销，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转移焦点。至于如果这个军事胜利如果这个军事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话，那也会提升特朗普本身的名望，这是他想象中的这种所谓的最美好的结果。当然想象很丰满，理想是很骨感。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可能可以进一步的再谈哦。但是这个斩首的行动，它后面的代价是什么呢？哈米尼身亡之后呢，其实相信现在在伊朗，大家可以看到啊，如果用残局来形容的话，可能有点言之过早。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说，现在美军的行动似乎也不如预期啊，现在似乎可能还要有延期的状况吗？然后也有看到说，现在美军也有伤亡，然后也看到说，伊朗方面呢，他们非常的强硬，要跟美国继续周旋到底啊。所以现在的美国跟以色列的这样子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会不会让美国再次的陷入到这个中东的泥淖里面呢？如果我们看现在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这个行动的模式，我相信在未来，美国是不会陷入中东的这个泥潭里面的。但是这不代表说它不会成为一个烂尾楼。那美国不会陷入这个中东这个泥沼里面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完全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意愿派入地面部队。所以很多人说，把之前美军在伊拉克或者是阿富汗的行动作为一个参考，其实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军是有地面部队进入阿富汗，有地面部队进入这个所谓的伊拉克，而且也已经有了一套执行要重建这两个国家的一个方案。当然，这个重建可以是开关引号啦但是他们的确是有这么一套的方案的。这两者都不能和现在的伊朗这个军事行动做比较。比较正确的比较其实就是当初利比亚的行动。如果我们还记得那时候美军的这些军事打击让卡达菲政府垮台但是美军这些打击把一个政府弄垮台过后，他在利比亚并没有一个替代方案，所以利比亚就陷入了这种所谓的不足的分裂。我相信以伊朗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美军的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可以把伊朗可以大力消除伊朗的军事威胁，可以斩首伊朗的这些所有的至关重要的领袖。但是它缺乏了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如果你要在伊朗制造一个政治真空，你必须要在伊朗制造一个政治真空，那它才可能有新的人才可以代替。那这个政治真空到现在为止其实是还没有出现的。为什么呢？整个伊朗这个伊朗最高领袖以及整个革命卫队的对于整个军情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还是在方方面面是还没有瓦解的。如果你看得到的话，它基本上还是没有瓦解的。然后除此之外，如果今天就算这个体系瓦解了，它也没有一个替代人选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填补那个真空。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一次的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或者是我们看到之前对于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似乎都是跟过去不一样。跟过去那种所谓的全面的地面战争是不一样的。这一次是比较像是一个精准的斩首的行动啊。那会不会也是代表着说，未来美国它在对付它的敌人的时候，都会比较是选择采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捕，或者是精准的斩首呢？你怎么看？如果我们看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和以往的军事行动，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无论在委内瑞拉还是在伊朗，美国都在执行这种所谓的斩首。而为什么以前的时候，比如在对付萨达姆，甚至是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那种斩首行动反而没有什么看到呢？那其中最关键的答案，最核心的理由就是科技的进步。如果以前美国要在伊拉克执行类似的
斩首行动，当时的科技力量以及军事实力，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条件让美国执行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以前美国如果要斩首萨达姆，他可能必须要派一队的SEAL，就是这种海军陆战队或者是海豹突击队，呃拔除这些外围的这些军队，拔除这些外围的这些防空体系过后，他还是必须要派一个直升机降到当地，然后把人派进去，类似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看最近的这一次这两个军事行动，我们就说伊朗的吧。伊朗的基本上他们通过这种所谓的精准定位的武器，就可以完完全全准确的让那个炸弹就落在那个房间上面，不是在那建筑上面，是在那个 particular 的房间上面。我就举一个例子吧，以美军或者以色列现在其中一个最惯常用的武器叫做他们叫 small diameter bomb。这种所谓 small diameter bomb 其实是一种滑翔式炸弹，它甚至可以从高空掉下来过后，滑翔了一段时间，可以精准的从某一个建筑的某一个窗口飞进你的房间。这就是科技代差的存在。那我们看回委内瑞拉，基本上为什么它的直升机如入无人之地呢？而反而几十年前美国在你看过 Black Hawk Down 的这个电影，为什么美国在巴拿马的时候就会有直升机被击落呢？因为电子战的进步 ，electromagnetic warfare 的进步，基本上直升机还没有进去，就已经用电子战把所有的雷达、所有的这些防空武器瘫痪了。嗯哼。所以为什么最近我们都一直看到斩首？这种所谓斩首行动的出现，是因为科技已经赋予这些军队足够的条件执行这种方案，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某个程度上，这也是motivate 或者是 incentivize 美国政府做出更多这种政治干预。为什么呢？因为代价很低，你不需要害怕人命伤亡，你不需要要一架飞机丢下很多炸弹，伤及很多平民，所以。这就让如果美国的政治人物想要执行更多的政治行动的话，这个给了他们一个方便，这种科技进步。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呢，伊朗它现在也是进行了报复啊，然后对于中东，比如说对于沙地、对于迪拜、对于很多地方，他们都展开了攻击，特别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攻击啊。你怎么样子观察现在在中东的这个局势，包括了像是我们看到了这些逊尼派的国家，他们会把美国的这个行动当作是在帮他们消除区域的这个一个坏蛋，还是说其实是在引火自焚呢？如果我们看之前中东这些国家的立场呢，他们都希望美国其实暂缓这种类似的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经过之前的12日战争，就是以色列和伊朗的这种12日战争，基本上伊朗已经处于历史上最积弱的时刻。积弱到他原本周围可以威胁这些国家的这些盟友，比如真主党啊，比如哈马斯这些，都已经被以色列和美国非常强烈的打击。所以这一次如果我们看到伊朗把这些导弹发射向这一些的国家，是没有错，这是以色列和美国战争，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所带来的这种 side effect。那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并没有一些太过过激的反应呢？因为如果有过激的反应，第一就可能会让这场战争更加延长下去。你可以想象，如果中东这些国家提出要报复伊朗，或者是要参与到整个军事行动里面，就让整个军事行动升级，这样可能就会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那除了这个以外，当然还有最典型的就是这种有钱的总是不会和这些穷的不要命的过不去啊，这就是中东最现实的写照。如果你看中东各国，伊朗是现在中东其中一个穷叮当的国家，和沙地阿拉伯和这些所谓的阿联酋或者是卡塔尔这些比，这些国家都是很有钱的，经济也在转向着，所以他们犯不着和这个不要命的伊朗去死磕，这是不值得的。所以伊朗知道这东西过后，其实他就尝试以打击这些国家、破坏他们这种和平的表象尝试让这些国家感到这种压力，然后尝试去让这个军事行动缓慢下来。
好，那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国内的话，我们看到首相安华他就强烈的谴责美国跟以色列，这个我们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啊，因为在之前，包括了我们看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我们马来西亚一直以来的外交立场都非常的鲜明啊。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说，有马来西亚的国民，就在中东地区，他们被受困在当地。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网络的博主啊，或者是创作者呢，都说找当地的马来西亚的外交官或者是大使馆啊，但是寻求帮助，但是都没有获得非常好的回应，他们在当地受困，所以也有人质疑说，其实首相通常在这种国际事务当中很快的就表态，但是对于自己国人的这个安危啊，似乎也不是很关心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我国首相在这种国际事务当中马上就跳出来表态，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选票吗？还是纯粹是真的是站在关心国际事务的立场出发呢？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部分吧，也就是所谓这些马来西亚的公民如果是滞留在中东地区而无法回国，我相信马来西亚外交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行动呢是不应该跟首相的言论这种挂钩的。嗯哼，首相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他可以基于政治立场或者是他本身的政治需要发表任何言论，但是外交部以及外交部属下的单位始终还是必须专业的、有效的去执行这些包括撤侨这些任务。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在实际操作的层面是必须脱钩的。我相信外交部应该也不会把这个事情关于这些首相立场或者是这种战争去挂钩起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专业的官僚系统还是必须继续进行着专业人士应该要做的专业的事情。那至于安华首相本身的立场以及我国本身的立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它双重的复杂的。为什么呢？那第一点，在政治上，安华是不可能复合美国和以色列的，这是 caveat number one，这也是最基本的红线。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是政治需求。理由再一次很简单，因为如果任何人，尤其是马来政治人物和以色列扯上了任何关系，只要露出一点点的灵敏，那个马来政治人物呢，就基本上被判死刑。所以这是第一重方面的考量。那第二重方面，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国际上，我们是不是需要去第一个站出来谴责对，这是我想要问的问题。以色列和美国呢？而且就算第一个站出来谴责，有没有需要力度这么大？我们就是看到周边的国家，包括印尼的总统，包括其他的穆斯林的这个宗教以伊斯兰为主的国家，好像也没有在第一时间这么强力的出来谴责，所以有必要吗？我觉得安华有必要站出来提，但是他提的那个方面呢，应该是对于这个整个国际秩序的担忧。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罪恶小国，我们喜不喜欢的话，我们是一个小国。那当整个国际秩序逐渐往瓦解，甚至是无序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小国，绝对是必须要提出这种担忧的。而且我们不能单独行动，我们应该要跟周边的国家来一个一个 coordinated effort， 比如这时候就应该要把东南亚东协拿出来的时候了，这是最重要，应该拿东协出来，因为东协我们都算是小国，我们并不算一个，我们只有这个东协11个国家都不算是一个大国。那这种国际秩序的这种崩坏，进入这种所谓森林法则、弱肉强食的这种环境呢，对整个东南亚东协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那首相这个时候，虽然马来西亚卸任了，马来西亚已经不再是东协的主席国，如果安华真的是要有一番作为的话，这个时候是时候发挥了他去年的余热，来带领东南亚，来对于这种所谓国际秩序的崩坏，来表达出那种担忧，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rather than 站在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去 comment 这一件事情。
嗯，那如果我们放眼现在大马社会啊，我们除了首相安华之外，我们也看到几乎所有的各政党的各个政治人物呢，还有民间团体，现在大家似乎都已经非常习惯性的啊，有这种反美的情绪。但是我们也在社交媒体当中也看到了伊朗的人民，特别是伊朗的女性啊，她们长期被压迫。那么在哈米尼他被击杀之后，这个消息在确认之后，我们也看到有部分的伊朗人民他们是在街头狂欢的。所以其实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民间跟其实伊朗的民间的反应不太一致呢？这又是怎么回事？或者我应该这么说吧，其实，在马来西亚民间，或者是如果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讲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嗯哼，就是很多跟女性有关维护女性权益有关的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的确，其实对于破坏女性政权的瓦解是的确有感到鼓舞之欣慰的，只是如果我们看看马来西亚大环境，是伊朗的政权的确。这个东西不是所谓的政治感官或者是政治意识形态，而是的而且确我们在这个国际的报道都看到伊朗的政权对于女性有诸多的这种迫害，或者是限制他们诸多的自由。那问题就在于这种说法，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堂而皇之提出来的话，那同样的。那个就是和马来西亚主流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不符，尤其是马来西亚在现今以伊斯兰为主体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是非常的不契合的。那这种不契合的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只选择静静不出声。所以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在马来西亚我们往往看到所谓主流的论调就是要反对美国和以色列。我们要反对入侵，我们必须要为伊朗这个最高领袖的逝去哀悼等等啊、这是这是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这种主流看法，而这种主流看法则大大的压缩了其他对于女性解放以及女性权益所得到所谓的解放的这种论调。嗯哼，其实不止女性啦，我们看到在伊朗生活，不管是男性以及女性，在这一种强权啊，在这种独裁国家里面，其实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那我们也看到说，在之前伊朗的爆发的大规模的这个街头的抗争，然后伊朗当局他们也政府无差别的射杀这些示威者啊。所以我要问的就是，当伊朗的政府无差别射杀他的人民的时候，我们的公民社会也没有发声，我们的政治人物也没有为他们发声，却在这个时候，美国他在进行这个军事行动的时候跳出来谴责啊，所以这个会不会也是形成一种政治双标呢？政治双标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得到的话，就是真正后面更关键、更重要的问题，就是马来西亚整体的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趋向保守，而这种保守化是以压缩其他人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作为一种代价的。那马来西亚整个政治意识形态，如果政府要采取一种一种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其实那不是一个问题。每一届政府它有权它有权选择它到底要走什么政治路线。关键是你不可因为你的政治路线you know 然后要对绑架其他不全民都要同的跟你对对对，一样，而对其他跟你不太缝合的这些意见呢，形成一种非敌即友的这种心态。嗯如果我们看最近马来西亚都时常有类似一个这么样的情况，比如比如，如果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个华人传教士在 KL 街头要传教但是因为违规设置帐篷而被地方政府拆除，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无论你今天什么人都好，只要你违规建立这些帐篷，无论是宗教，无论是民生，或者是你本身在做一些生意，你原本就应该要遵守当地的法规，对吧？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很快这种议题呢，从原本一个单纯的这种地方政府治理以及民生课题，很快就转向成为一种政治宗教风向榜。这才是我国现在马来西亚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凡事都泛政治化，凡事都掺杂了很多宗教意识形态，在这种所谓的政策，甚至如果你看到现在我们所提到的，在这些外交政策方面，也变成非常的那整个光谱是非常的单一的，对，这是马来西亚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现在也形成说，不同的意见因为没有办法进行辩论，或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我们看到其实马来西亚的网民或一般的民众，大家的想法也都不一定是一样的。有些人非常支持伊朗，有些人非常支持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当然也有人是站在中立的立场啊。但是我会感觉到说，我们现在的社会，马来西亚的社会似乎不是一个可以让所有的意见都可以充分以及自由的表达。你会不会担心这一种的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它会更造成我们的整个社会的撕裂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首要做的东西是如何鼓励人家表达更多元的意见，以及学会如何的更agree to disagree 啊。我们对这种政治课题，对这种宗教牵涉到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课题，我们都必须要有个大前提，就是 agree to disagree。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风气已经在慢慢消失了。这个是本土政治演化的这种必然性。当西蒙政府站在一个所谓缺乏马来人合法代表性的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就必须要去让宗教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卖点。OK，来避人口舌但是这东西是一种 death spiral， 就是一旦你一开始了，这东西就没有办法走回头。是，而且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失去原本支持他的城市选民跟华裔选民？是绝对会的，是绝对会的现在他的支持已经开始松动了啊。那最后，其实子豪，我们如果回到这个伊朗的局势的话，你会预估接下来的这个局势会怎么样子往下发展呢？我觉得接下来伊朗的局势很可能就会往两个方向去走。第一，如果在经过一个短时间，所谓的短时间可能就是持续1个月的军事行动，或持续1个到3个月的军事行动过后，如果整个伊朗这种神权领袖的统治还没有瓦解的话，那这个军事行动美国方面肯定就会停止了，因为美国即将在今年11月进行中期选举，整个战争是不可以拖延过长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共和党以及特朗普在美国选举里面的支持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神权统治还没有瓦解的话，那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应该就只有会交给以色列是继续定点清除那些所谓对以色列或者是美国有威胁的这些军事组织或者是军事设施。那如果在这种所谓的短期军事行动里面，神权统治瓦解了，那当神权统治瓦解呢，这就是一个更混乱的局面了。因为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改朝换代，要完全更换一个新的政体，你就必须要制造一个真空，然后在这个真空出现过后，必须要有一个人、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 icon， 一个political icon 可以填补那个 gap。伊朗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并没有一个非常有组织、非常有名望的人来填补这个可能出现的真空。在整个伊朗本土方面是没有任何扎实的名望，或者是甚至没有任何政治动员组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伊朗神权统治扛不过以色列和美国短期的军事打击，也就是所谓2、3个月里面就瓦解了，那伊朗就会陷入大混乱。OK， 那按照子豪你这么说的话，这2个方向似乎对伊朗或者是对中东这个局势很像都不太好乱上加乱了。对我倒觉得第一个情况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就是所谓这个神权统治的韧性，这种resiliency还会让它继续存活下去，只不过可能就必须要跟美国做很多政治交易了。
是，好，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好，谢谢子豪今天跟我们分析在中东、在伊朗的局势。那不晓得大家的想法又是如何呢？你是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吗？还是你认为美国它不应该再当世界警察继续的搅局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跟我们进行互动，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由BFM财经所制作的